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Ivy，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想在这里做一个不正经的开箱。我自己实际上是蛮喜欢高科技产品、3C 类的产品，但是我买的也并不算很勤。就如果是很喜欢高科技产品的，可能每年都会换手机，我也没有到那种程度。但是我每次买，我都希望买到的是品质比较好的。然后呢，自己有时候也会在油管上看很多测评，但并不是意味着我就会买。我会看相机的测评，会看手机的测评，也会看电脑的测评。但是我自己告诉你，我上一次买电脑还是2013年，是一台苹果 Apple Mac Pro 13寸的。当时买的不是最低版的配置，也不是最高版的配置，是买的中间的配置。13年了，我到现在已经7年了。实际上我用的呢，也没有觉得它很难用，是因为现在做视频要剪视频，才会觉得哇塞，这个速度真的是慢的可以，所以一直在看需不需要买一台新的电脑。但是如果生活在欧洲的小伙伴应该知道，欧洲的价格真的是全世界最高的买苹果。所以呢，就等着下一次去美国的时候买。尤其是我这次想买最高版本的，或者是 MacBook Pro 16寸的，这个价格跟欧洲相当于差了300-400欧，所以我说等一下也可以。但是我就觉得用了我自己的现在的那个 MacBook Pro 剪视频实在太慢了，然后就看到了 iPad Pro，但是实际上我买的呢并不是 iPad Pro 2020版。事情经过是这样的，在法国解封后呢，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去买 iPad Pro 2020。可是等我到了最大的一家电器行叫 Fnac， 可能就跟美国的 Best Buy， 中国我不知道啊。然后这样的电商企业我就去看，然后展台上有 iPad Pro 2020，我就立马说我要买。然后人家查了一下货品，而且甚至非常肯定的跟我说，你下个礼拜，因为当第一周解封的时候，苹果店并没有开，他说就算下个礼拜你去苹果店一样也没有货。我说那你有样品啊，你有展示啊？他说你要展示屏吗？我说没问题。我当时就是256G 的，我是想买11寸，我甚至跟他说只要有256G 的，不管是11寸还是12.9寸的我都拿。然后人家又查了一遍，所有的展示品都是128G 的。他说你至少得等个10天吧。他说现在疫情整个货流都很慢，他说不管是我们店还是苹果店都没有，要不您就在网上订吧。我当时那一股热情呢就全部被打消了。然后我就回到家里，因为有时间嘛，在网上订，我就都看了一下很多测评，大部分的测评就说2020肯定是比2018有提高，它的那个内存加了2个G，最主要是摄像头的改变。我是觉得谁会用 iPad 拍摄影啊？但是它摄像头另外一个很重大的改变就是它对那个 AI 的有改进。可是我们现在有多少 AI 适配的 APP 呢？在那个 iPad 上。最后我觉得以我的需求2018就可以了，而且我看了好多2018 vs 2020，如果有我可能会放在下面。我还找到我当时看的测评，就是纯凭速度来说，2018一点也不比2020慢。而且说老实话，这是我人生买的第一次 iPad， 但并不是我用过的第一个 iPad。我之前已经有过2次 iPad， 都是公司发的，因为我出差很多，所以一般都会给你配一个 iPad， 就当做你的辅助工作用具。我必须说，它对我提高我的生产力没有很大的提高，它对我提高最多的实际上是娱乐。比如说我出差的时候，在飞机上看电影、看书，我都是用 iPad， 所以我个人对 iPad 的感觉并不是那么好。所以我当时想的时候，它真的能提高我的生产力吗？所以在犹豫当中想着，现在买一款2018年的还便宜了200欧，那就试试吧。所以最后凭着节约的想法，就买了一款2018款的。我现在就来拆封。好像盒子都不是特别容易开，长得还是很美的。2018款，你看这个摄像头单镜的你就知道了，很薄，比我之前用的所有的 iPad， 我之前还用了 iPad Air， 我觉得也跟这个差不多。待会儿再开机试一下。然后盒子里面，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知道了，就有一个充电器，跟那个 iPhone 一样的，然后唯一不同的是 USB-C 接口。然后我在网上呢也看了，因为新的 iPad 系统支持鼠标，为了提高生产力，我本身自己就有 iPad Magic Keyboard， 所以如果我在家里用的话，是肯定会用那个 Magic Keyboard。但是我在想，是不是应该买那个 Magic Mouse？ 可是我看了好多测评，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，所以我就买了一款罗技的，据说也是很好用的一款鼠标，就跟它适配。
这个鼠标很小，小巧的巧，还蛮好看的，跟我手掌差不多，不错。以后会告诉大家更新跟那个 iPad 的适配做的如何。但是我就想买一个 iPad 的壳子，但我并不想带键盘。可是想着如果出门的时候，特别是想着我经常出差嘛，如果在飞机上想做点什么，是不是还是应该买一个键盘呢？可我真的想花100欧，是100欧还是190？对，190去买一个 Apple 的官方的壳呢，还是花399去买一个那个 Magic 什么，就是有触碰板的那个，对我确实很心动。看了很多测评，说它非常的重，我就是为了带它出门，我要一个那么重的键盘干什么呢？最后犹豫了之后，我就买了一个在网上评论也不错的平价替代，叫 Finite。而且我是看中了它的花纹，并不是说完全只是因为它的便宜。你看大理石纹，很女生。这个才35块钱，比起 Apple 官方的190，这真的是便宜很多。切合的也很好，大家可以看到它有3个斜度。可以那个，还有一款，因为它也是自带键盘的，键盘也是美美的，白色的。我当时订是可以在法国的亚马逊，但是以后会跟你们讲在法国生活的奇葩。你看这里都是我们开始都是 QWER 对吧？法国的键盘不是，是 AGER。那个键盘我死活都用不惯，所以我后来是在德国的亚马逊订的，很美。虽然做工一般，但是据说打的手感我试一下，打的手感也还可以。我也不会是用它为主，只是出门的时候真的需要用的时候才用一下，而且放在这个架子里头直接合拢，重量肯定是增加了，但是并没有那个399的妙控键盘那么重。还蛮喜欢的。然后呢，还买了一个，这个是放一些怎么说呢？它叫Gridit， 就是如果你有什么配件，比如说我要带这个鼠标出去，你就把鼠标插在这个里头 Organizer。比如说刚才的充电器你也要带出去，你就找一个充电器和电线。这个东西我在网上看了很多测评，就是说，与其带一个包出去，你所有东西都放在里头，你每次都会要翻找，它让你的所有东西就是一目了然。我也就是看着别人说好，我就买了。接下来还有一个重头，那就是 Apple Pencil。你们应该看到就有一个大大的10% off， 就是用中文的话就是打9折。为什么我就很会打9折呢？接下来你们听我讲我的经历。在我拿到了我的 iPad Pro， 就是从网上订了之后，我就说一定要就是想怎么说，我想练一下我的画画，我从来没有画过画。可是你知道，人就想学一点新东西，我就看了网上很多乱七八糟的教程，教零基础如何开始在 iPad 上学画画，然后就看着心潮澎湃，就说好，我要去买 Apple Pencil。然后我怕又没有货，我先在网上看了一下，网上也全部都是说到6月份才能发货。我说那我就去店里吧，我就去了店里，然后同样的事情发生了，他们说前天到了一批Apple Pencil， 但是货量很少，全部走光了。我说那你查一下还有没有，这个人突然发现了，就出现了这一款。他说这个被人买了之后，然后他才意识到他实际上是想买 Apple Pencil 的第1代。如果大家想看1代和2代，好像是1代是不能吸上去，而且1代有个头子在背后，但1代要比2代便宜100块钱。他买了之后打开了才我说这个人也是不是蠢啊，价格相差100呀。然后他就当时在店里就退了货，但是因为他没有外包装，已经被人打开了，所以呢就有10% off。有人说这是小巴黎地区唯一的一支笔，如果你想今天拿到，不然就要等5天。我说拿，肯定拿，然后我就拿下了这支 Apple Pencil， 小小的一支笔，以后会告诉大家好不好用。这支笔呢，可以插在这个笔套里，你看，当然它也可以吸在，据说吸的时候他们怕它不牢固，然后就会掉。
这就是我所有关于 iPad 的配件。可我还有一个东西，我是真的是录影录上瘾嘛，所以我买了一个中国的大疆的 Osmo Action。实际上我以前有 GoPro， 都忘了是 GoPro 3还是4，就很多年前买的。当时是说要滑雪啊或者是潜水的时候都可以用，可实际上我用的真的很少，在现在用起来就觉得很慢，而且你知道几年前的东西现在已经改变很大了。所以我本来想再买个 GoPro， 后来在网上看了一下别人的测评，好像觉得支持一下中国的品牌也不错，然后就买了这台 Osmo Action。其实已经到了有段时间，但是我反正也没有出门，也没怎么拍，所以想着跟一些电子产品就一起开箱吧。哇哦，好像比我当时的 GoPro 小很多，比我的手还小。我手在女生当中不算大的哦，看真的是小小一只。以后出门的时候就可以用这支来给大家拍巴黎的，比如说我在外面骑车的时候，或者是骑滑板车的时候录的街景，并没有其他的可以多做的。我也不想说一些什么第一印象，毕竟这都是一些电子产品，我只能用了一段时间再来给大家反馈。而且作为一个不专业的电子产品测评，我并不认为我能给大家多少的帮助。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，拜了个拜！加入一段贴膜的视频，我还买了一张磨砂的贴布，因为我是想拿 iPad Pro 学画画嘛，那都说 iPad 屏幕太滑了，不适合用 Apple Pencil 在上面画画，所以就买了一张磨砂的版本。看一下 Ivy 的专业贴膜，首先用这块布擦一下表面的灰尘。这样看起来有很多气泡哎，果然不是专业贴膜的，好多泡泡，只能慢慢往外挤。好啦，差不多就这样了。